贵。是，我觉得这边的氛围也是那种有一点复古，但它又很可爱。哦，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那种。哎，いらっしゃい。哎呦，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嗨。破坏我们杂粮来约会干嘛？缤纷。来解救爱美。解救爱美干嘛？哎呦，你变沙粮了。好了，今天不是要玩的啊？哎，不玩嘞。哦，对哦，对不起。都是玩的吗？对啊。这么欢乐的时候，有什么要发任务单给我？2019年新北市新北第1名必访步道，台湾版朝圣之路。国外，我们法国 My Country 有一个好像一个朝圣之路，哎，好像要走很久。对，日本也有，在1、3有一个对，那个那个经过和歌山拿了3种线，这个3个线很长的一个，很长的一条步道。一起走，对不对？对。类似。但我知道，就我们要走几天？对啊，我们是要走，他那个朝圣步道他那个至少走个20-30天吧。对啊，那你的应该也是，我们也要走20-30天。第1名，我查了，新北市这个调查过第1名的步道是淡蓝步道。哎，有听过？哎，有，淡蓝步道，对，而且淡蓝步道很厉害，它是已经超过100年以上的步道，100年风貌。对，哎，有。有。然后在清朝时期，其实它就是淡水厅跟噶玛兰厅。淡水厅就是现在的台北，噶玛兰厅就是宜兰这边。先民他们是靠这边这个步道在联络通商，所以它有很多很重要的文化遗迹在这里。五双眼睛，5种视角，带你上下很今天我要大家帮我找这个，这干掉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盛产的这个材料，3到6月。知道是什么了哈？阿姐的话一定知道，3到6月，日本的寒天啊，哦，这就寒天哦，寒天的原型，是哦，寒天的原型，寒天就是石花菜吗？对，寒天就是石花菜。6级的人鱼哦，真的哇！是，还要带我们去采石花菜是吗？耶！哎，阿姐啊，怎么称呼你呢？丽华阿姨啦。哦，丽华阿姨。那雷华记啊，我们班这海菜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海菜是说就石头的，啊，咱就啊个呛水呛的，咱进去，然后咱慢个低起来，然后低落。要潜到下面，潜下去，然后要潜下去，要那个。哦，要闭气，要闭气的，也就是自由潜水耶。其实这种才是最厉害的，高手在民间。雷华姐啊，你今年几岁？62啊。雷华姐啊，62岁，哦，我看不出来，因为你戴口罩，所以看不出来。姐姐，我们要采的就是这个黄色的菜吗？是的。你要教我们是哪个菜呢？哦，黄色的菜。我看到我翕一长这个样子。我说它会变黄色诶。我爱拍个6遍哦，阮家只拍1工安尼，拍6盖再。要绑6次，盖要变白安尼啦。对，他要晒6次。雷华姐啊，我们还没下去啊！雷华
等我们呐！姐姐，他控制不了，他看到海就往欲罢外走，不能，果然是海女。我还在调灭境的松度。他直接冲出去，下去了，好厉害啊！哦有，你没有带你的呼吸管？哦给的。好。来了来了啦！啊，好冷哦！啊，我肚子！好冷哦！这个丽华姐身手超矫健的，我刚刚一直踩，而且她几乎没什么在换气耶，超猛的。丽华姐啊，你就厉害耶，超厉害的。哇，好强大的海女啊，太厉害了！我觉得看她在那边摘那个海菜，根本是一个艺术啊，太猛了。丽华既然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在拔了，他说他国小的时候就在拔海菜。丽华居然加油！太猛了！有人乱丢垃圾，我先踩回去好了。水真的好冷哦，好啊，认真踩了，太冷了。根本就不用钱，这里就有哎。超多，全部都是。巴蒂。对呀、这边应该抓的东西一样吧？对，一样。哦，我觉得要赶快，我觉得这个要赶快，因为那个浪越来越大了。真的。快点把它打出去！啊！还是我们再上去一点。好。好，在这里好了。好酷毛毛的，很多毛呢。哇！哎，它很多毛。好大，它怕你。超大的。对啊，而且这个很像神奇海螺哎，对不对？这根本就神奇宝贝啊，长得很漂亮，是宝可梦哎。你这样子转，哇，这寄居蟹好漂亮哦。嗯，可以很美。所以里面跟外面不一样的。不一样，它会随着它体型长大去变换不同的壳。真的假的？之前有一些照片都是寄居蟹去，就是它寄宿在保特瓶旁边，所以看到那个画面好可怜。
来，大踩大丰收了！哇，哎，你看，果然是专业的，小巫见大巫，也差太多了吧？天哪！而且我只捡岸上的。对啊，哎，你这样超加坡。姐姐，为什么岸上就有，你还要游到海里面？那个水一直这样动，很难踩哎。有钱啦，都要看大家有桥的板凳。哦，都位这的班都位啊，因为我们看这好像有不太一样的颜色，中港款吗？有啊，有小花哦。小灰是啥？有淡色的。这种的地方都无地方啊，这小花。小花啦。这个啊，比较黑啊。哦，这是淡。这是珊瑚草了。珊瑚草。哦。啊，这是凉拌的，这是那个红花啊，这是那小花。这小花我们无地方摘了。这两个没有人料。我长了啊，他说不一样。他说这个不吃哦。这个不行，这没有用。不够了，你这个那个，你那整包都不能吃啊。你在那边到底在忙什么？我们的努力什么？我有帮忙捡垃圾。哎，这可以。我帮忙捡垃圾。这 OK。这个也算你了。看不懂哎，姐姐。啊，这种怎样赶快下快出来？无啦，无讲啊，这。对啊。你看你红色，你看。因为蕾花季你从国小要开始拔，对不对？哇，国小40几年。难怪我都还没出生呢。对啊。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就跟 Max 讲。我们找 Max 吗？我好没有意思。呀，蕾花季，走吧。现在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往那个太平啊，太平的方向走啦。巴蒂好像帮我们安排了一间很厉害的。对，刚刚我找了一位大使，找到一间很酷的餐厅。哦，餐厅哦，哎，这里是乡间小巷哎，当然会有餐厅。这条路上面特色的东西很多呀。对，例如 banana tree 呢？哎嘿，这个也是啊。但确实这条路上有一间我一直想要逛的东西，这边有什么可以逛？番茄炖牛肉，好，国菜，对，太棒了。牛腩，哎，这个肉很棒啊。龙花，有点困难，对。入口即化。你会讲一下秘诀，而且味道这么浓郁，你会讲一下秘诀。5双眼睛，5种视角，带你放下很一包100而已，是便宜的吗？拍了啊，鸡蛋可以，你看，哇，土鸡蛋多少钱？还有冰箱哎，100。可是它是土鸡哦，100。可是它是土鸡哦。对呀，土鸡蛋，而且它上面有写12颗，这才20，这样才20块啊！哎，很可以耶。你看，想吃什么样的钱别忘记。来，想吃什么？甘蔗汁，要甘蔗汁。我要甘蔗汁，好酷哦！因为我只想酷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是第一要有次，良心啊！台湾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对啊，超少啊！这一条是整个太平的，就是进来这里的特色。我一直想要逛的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自己放钱。而且感觉都应该都他们自己土产自产，对这样。而且很提醒有呆子叶哦。说你看它不是放不好的，你看它的菜多嫩。感觉是现摘。对啊，这个稍微烫一下一定很好吃。来这边干嘛？早上那么累，当然现在先吃个饭啊，快饿晕了啦。你带我来吃什么好料？我很挑的哦。
我带你来这边是这边的隐藏菜单，隐藏菜。隐藏呐，隐藏菜单，这看起来不太会有食物哎。对，无菜单料理是不是？无菜单料理，高级的，高级的，有兴趣无菜单料理，快快快，哪里？听起来这边走，这边走。终于！我刚刚特地呢上网找了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太平的特色料理，够不够特色？够，特色了吗？很嗨，对啊。切操，够切操的啦，切操啦，澎湃啦。为什么是无菜单料理啊？因为这个都是这边的农家，就是他们早上现采的哦，所以其实每天来吃的菜应该都会是不一样的。哇，那很酷哎！就是你每天早上有什么，那一天的菜单就是什么。我会，对，可是它非常的季节料理。对，地大商量，看这边放山土鸡啊，那个炒黄冬菜啊，地瓜叶啊，这个的话是这边双溪的特产，它应该是椴木。长在椴木香菇，所以是很特别的珍馐。然后，所以看季节不一样的材料。木耳最好的就是我常常在家里面熬成膏状给我母亲喝，因为它对心血管很好。黑木耳露，这也超香的耶！我讲现采就是不一样啊，很牢啊，真的，还有那个海菜的味道。我这样看啊，其实真的很惊艳。你看，包含着它像双溪的黑毛猪啊，对，这个也是这边才吃得到的，肉质肥而不腻，配饭可以配好几碗。哇，来，它的肥其实是不会腻的，只要如何？好 Q， 好 Q 哈，很多种哇，农场真的是开心农场哎，真的。啊，需要什么蔬菜已经拔了啊，可以拔吗？当然可以，你想吃什么，我们就拔什么。但我今天想用茄子，来茄子，然后葱，还有那个爱美需要葱，为什么？来葱给台湾有一句谚语叫台湾仓在给后昂，要给后就是你拔好葱，你才会嫁好老。对，这一句，对，老公再给他去拔。可是那欧地瓜，这个好像是初一十五才会用，不是初十五，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今天拔的是给我们，今天没有用。有，可以，好，够了，日期不对，今天没用。好快哦！警察会来抓你。那我要这个，然后茄子还有路桥，好不好？来，大家分合作。我们抓这些开心农场的东西，对啊，你要用吧？大家做什么？搭一个咖啡，那我配合这个豆子的味道，我们今天做一个田园风的番茄炖肉，番茄炖牛肉，对不对？好，法国菜，番茄炖牛腩。爱美加油，我要开始喽！爱美，我们来做菜，我们来吃番茄炖肉。完美，来一点葱放下来，茄子、红萝卜，我要笔记，它那个肉汁，它是有汁，有没有逼出来的？那它肉汁已经出来，所以这一道反而炖牛肉要好吃，水分不要多，然后就不要，其实不用加过多的，它就是一个大锅煮。
田园番茄炖牛肉。好，不介绍了，赶快开动。いただきます。直接讲，直接讲。直接拿咯。这个肉很棒啊，跟我爸做的很像哎，真的哦法国红酒炖牛腩的，得到法国人认同，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对，因为很法国认证香，有番茄那种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味道。龙花，融化了，花，那不是香菇了，直接那个汤汁喝掉。有一点饭来找一个。对，入口即化。你们有没有吃到我们开心农场那个蔬菜的甜味？有，成功，这么软烂，对，就15分钟。这么软烂，你可以讲一下秘诀，而且味道这么浓郁，你会讲一下秘诀。一个我们就是真的用压力锅。然后第二个就是炖牛肉的时候不要放水，因为我们这个蔬菜这么的新鲜，然后它里面的含水量很高。这个没有加水，没有加水，就是牛肉的原汁跟熟，所以你们现在才吃，我只用盐跟胡椒调味，你们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可以这么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蔬菜水。太棒了，难怪我家那瓦斯炉在那边滚，我还手在旁边要慢慢拉，超会拉。住在那个山谷里面的城堡哎，我的罗密欧在哪？朱丽叶，我不想跟你。哎，因为一般人喜欢这种山里面的这种，好像自己的家的感觉。哦，庄园这样子吗？对。哇，我家很大哎。走，看什么看那么久？食谱吗？这个不，我们在看我们跟你人生未来的蓝图。哎呦，我们要去哪里？当年鲜明的状态就是那个很久以前，你从淡水以前的台北到噶玛兰，现在的宜兰，他们这样走，他们是经商还有流通资讯最重要一条道路。那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担着东西，我要到哪边去卖，然后一走就是2天之类的。我也会庙，我们来这边做什么？这边是像地板上色一样，为了平安，为了健康，为了顺利。这座庙在地的含义不是这样子的。你去想，这边算是起点，所以当时很多我们在地人，他要从这边走淡南古道到淡水厅，或者是从淡水厅走回到这边的。他们都要来这边特别的拜拜，为什么？因为以前你经过这一段路都是什么荒山野岭，对，有谁？山贼，要钱还是要命？哎呦，好可怕！说我要拜，对，就路上不要遇到巴蒂这种。我要你的钱啊！所以不管从这边出发，他就先祈求神明保佑我一路平安，或者是从淡水厅回到我们噶玛兰厅的，他会非常感谢神明一路的保佑。就是这个啦，外画的炭窑啦。哦，太发炭窑，这不是一般火车的铁轨，对吧？这个应该是以前载炭，在这些煤炭的一个小的运输用的车。哦，运输工具啦，工作车啦。对啊，因为我查了资料，在这个地区以前有3座，就专门在出产这个煤炭的这种窑，这种矿产的地方。然后这是其中一家，
哎，好厉害哦！好哎，厉害厉害，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哎，。但后面更厉害，后面对，后面是不是它？是好，炭咬到一个洞一个洞的哦。好好好，后面以前这边就是拿来烧炭的地方，打卡点，煤炭就是放在里面焖烧。这儿，你看，放木炭在这个洞里那。边就有写的啦。哇，真小林，你这样一整排拍过去，应该要钞票。真的。应该是要拍这个铁道吧？没错，哦，有一点完美感的。 1、2、3。有人在拍照哎，大哥你在拍什么？哎，你好，这有什么好拍的？好厉害，为什么就有铁门？哎，这个洞是来走淡蓝古道的吗？对，你好，这边是一个煤矿坑，这是一个煤矿坑。对，这是一个煤矿坑。你们今天走这条崩山坑古道，其实你们应该是会继续往太平那边走。对对。那其实这条路是以前先民他们经常往来的路线。是哦那他们可以来这边，比如说姻亲啊，娶老婆。是。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工作的路，是因为干角这边有好几个煤矿坑，那你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一个矿坑。以前矿坑的入口嘛。对，这里是矿坑入口。这个矿坑其实你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实以前的人挖煤矿是很辛苦。你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它的煤层有没有看得很清楚？有黑色那个，但它煤层其实非常的怎样？非常的窄，对，很窄。就是其实台湾挖煤矿很辛苦，你们看到这边的岩层，全部都是被岩石压住的。而且是很倾斜的。对哦，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在里面挖的时候，你的人的身体根本是不符合人体工学。所以说，其实像这个矿坑也蛮独特的，因为其实大部分这一带的矿坑，它并不会直接让你看到那个碳的煤层，对，所以说很多矿坑你会看到它得先挖进去，它可能还要挖个几百公尺，甚至一两公里。才会接触到煤层，然后才开始挖，很辛苦啊，各种姿势想办法，而且越挖进去之后，里面的温度会慢慢上升，尤其因为会往下挖，热，地层会是热的，会热。所以说以前的矿工进去的时候，甚至就穿条丁字裤，对，打赤膊，带着灯就进去了，好 man 哦。对，就这样子慢慢挖。哎，这个很滑，超滑的。好不？我要死了！决定我想要直接走下面可以吗？我不相信，真的很滑很滑。海这边比较不会滑。你好厉害哦，他有相机耶，很滑。等下我去接小林。我就帮他一下吧。小林，小林，下好了。来，滑哎，哪边很滑？哎呦，都很滑哦，你踩上去就感觉到，我感受到。对。你们踩那个踩，那，但是一只手没有。哦，对。来，我这里，好，那真的蛮滑的。对，哎，只有我摔了。很绿。啊！巴黎都过了，巴黎都过了。巴黎有拍到你2次了。是不是 My turn。
边，希望我不要滑倒。好像还对，放低脚，放低脚。好。有了。有。好，耶！两位没有荧幕情侣。滑，目前战绩是Bobby滑了2次。来，我们说真的，走这段水路有没有感觉到先民在走这段路的辛苦？哦，有啊。很滑，对啊。很滑。以前我如果要扛2个扁担，左边挑米，右边挑茶，你看你要怎么走？还有又要扛石头。蛮棒的。那什么东西？红色哎，大我跟你讲，他们整群在开轰趴，快来看！好多只哦。对啊，你看那树上，哎呦，一只黑色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好棒哦！那什么？红红的。那什么？对不起，我忘了说，那个叫做黑刺蝉，黑刺蝉，它是蝉的一种，所以它是蝉。它是蝉。喂，那个红红的是呢什么？红是它的肚子啊，肚子啊，它的肚子是红色，所以刚才艾美，你看到是不是一个像红红的东西从你眼前飞过去？对。你知道这个蝉吼，平常你要看到它不容易，它一定要在环境很好的地方，而且它们一出来就是全部，所以你可以看到树干上有没有好几只，这边4只，那边5、6只凑在一起。哎呀姐，他们那些蝉，它的声带是坏掉，为什么都没有声音？不会这样喳。没有那种蝉的声音。蝉不是声带啊，蝉是它在腹部雄性这边会有那个类似像鼓膜的东西在那边震动发出声音。但巴蒂提这个问题超棒，因为我常常在野外观察到黑刺蝉，我真的没有听过它们叫出声音来。哇，前面是草原呢，广阔的，很平呢。好凉哦！哇，没有好风啊，真的好平哦。这个以前就是梯田呐，田，那有哦，可以讲。对，这以前都是这样的。呀，哇，太舒服了。阿姐，你说这里以前是那个梯田哦？其实你去想哦，人类的文明真的是依水而延伸，那旁边有溪流嘛，对啊，这条就是淡南古道的一段。那当时的人，他们在这边人来人往，都是靠在这旁边。那因为你知道，能利用的东西不多，就是水源。然后以前你现在看到的情况，这整个环境，你去思考一下，没有那么多树，因为人来人往，然后它依靠一条古道，可能经商啦、运货啦。他如果带着牲畜也要有水喝，那你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想要去种植东西。然后几十年前这边是梯田，可是为什么现在没了？因为后来稻米开放进口，米已经不再是那么高贵的东西了。那这边它摆着，大家看到这个草皮好像很漂亮，有没有？嗯，这不是人打的。哦，当年在这个里面耕作的时候，它机器进不来，所以一定是带着水牛在那边拉犁田嘛。哦，这是牛吃的，对，这是牛犁出来的。好难想象这边以前人很多，很像东区西门町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西门町吗？以前我们的西门町，你们的东区啦。交通枢纽。这就是我们那个淡南古道那个 logo， 双扇蕨，然后这都已经是成株大颗的，很漂亮哦。我发现双向蕨就是它都是两面分开的，对，可爱哦，就一片叶子长起来变两边，然后这样叶子展开，然后光打下来，它那个中间的那个线好显眼，就是它的麦啊，哦，那个是叶脉，叶脉，好可爱哦。这一颗已经长大了，它开始已经要繁殖了，有孢子。球球，对，难得我们在这边遇到这么代表性的植物。其实双扇蕨它有一个很有趣、很好笑的外号，雨伞，听见下雨的声音。它对了2个字，雨伞蕨，雨伞节。你不觉得像一个破掉的雨伞吗？哦，没有办法那个了啦，有缝缝。它有一个很有趣，我们就是民间俗称的外号叫破火虫，因为那个根本遮起来就没办法遮雨。破伞蕨，哦，破雨伞。哦，破雨伞，破后伞。然后你来哦，刚才妹子讲到天使之翼，它的新芽从地面冒出来的时候，整个是金色，然后会慢慢的这样张开，就像天使一样。
真的很漂亮。新雅前面那边有个小的还没张开，但一路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刚好张开金色的美。哦，这个哦，对啊，就是这个啦。啊，这是我们淡蓝古道的最棒的 logo。这打开，这是小 baby 的样子，对，小 baby 一样。 I see 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and I can feel the sunlight on my face, and I can hear the wind in the shoe trees, and I know that I will thrive and come alive. 全部都是双扇蕨，双扇蕨，这个不是。哦，我靠，这里好窄哦，还是看路走好了，差点跌下去。哎，这边的那个路真的还蛮窄的，大概只有一个手背长，所以你一定要一直看着地上的路。我刚刚在拍双扇蕨，差点跌下去。你看，这边就下去了。哟，双扇蕨都是你们。这里这个也很小，都是这个啊，这个就很像那个 logo 了。这是什么？我这样曼陀罗，这是一种花叫曼陀罗，然后是外来种，然后这花还没开，那边有一种。哦，请记好，这边要讲重点了，艾美要仔细拍。曼陀罗是一种整颗都有毒的植物，所以不能摸。叶子、茎、花、根全部都是毒。所以我连这个叶子都不要碰。你可以摸，但是你不能拿它的枝来做什么，也不能拿它的树枝来当筷子，都不行。然后有些人不知道，以为说这个花可能很补，我拿去煮汤，然后煮完就买干了。天哪，会那种过敏起红疹那样吗？没有，是真的中毒。万一没有送去看医生会买单。野姜花的苗，野姜花的苗，好酷哦！但是它这边因为被踩，所以它整个都露出来。我们把它拿上去，旁边就放着。你怎么找到它本来长什么样子？它是躺在地上啊。在地上啊。对，这边你看，这边也都是啊。哪一个？这都躺着，有没有？你说哦，这个啊。我们把它拿上来，上面比较不会被踩到。真的耶！因为它根很浅。它这个就是姜哎。谁跌倒了？谁？没人。谁？特别拉你们下来，真的就是为了后面这一座很厉害的拱桥。我这一座还蛮完整的，看一下，它好精致哎。我看看。哇，哎呀，而且有人在那边供奉茶。这座拱桥的工法相当厉害，它没有用半点水泥哦，都是石头砌成的。5双眼睛，5种视角，带你上山下海。我跟你讲，特别拉你们下来，真的就是为了后面这一座很厉害的拱桥。我看到这座拱桥，石拱桥，这座拱桥的工法相当厉害，它没有用半点水泥哦，都是石头砌成的。而且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看，左边这一面都是岩盘，都是真正的岩石，可是右边这一面没有岩石，所以你看它切那个石头的时候，是从这边1颗，然后2颗、3颗，一直叠，一路叠过来，叠过来，几百颗、几千颗叠起来。对，不然的话它那个这一头没有力量撑住所有的石头。就是我2年前来这边的时候，那个导览员跟我说，这边的那个党浪古道的上路是跟之前一样的建造方法，是原本是通常上路站立的时候从外面带那个材料，但是这边的方法是原本在这边有的材料用就地取材，对，从里盖到外面去，对，所以不会破坏自然景观，没有破坏生态，这太棒了。And every time
赶快，光好漂亮，好美哦，森林洒下来了，哎呦，好美了，好美了，很舒服。很舒服。很像那个龙猫隧道，然后有一点点光线。对啊，有兜龙，好好看哦。哎，我脸上有光了，你有没有发现？对，赶快找光，找光。哦，这个就是苹果光。真的，你的暗沉瞬间看不到了。对，你的皱纹也被打平了。对，整个脸是反光的。拍一张，拍一张脸过曝，你只有身体了。闪光过，我拍不下去了。真的好美哦！对啊，这整条这样子，而且被树包起来耶，感觉会有龙猫公车隧道的感觉。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以前仙人的小确幸吧，先民的小确幸。我好想跟着光走下去哦。你看先民在搬那么多货物的时候，看到这条路，哎，其实心旷神怡。我觉得走起来也舒服。对啊，走到这里，因为已经都是下坡了，我在想他们应该很开心。毛毛的东西，哎，对，阿姐，我刚刚一直想问，这个毛毛的是什么？毛毛的，很多毛，就是艾美要抛绣球了。这是花哎，这是花，是什么花？毛毛花，很香，闻闻看。是什么？来，先闻。来，我要把鼓。毛毛花，会不会闻吗？闻一闻。哎，蛮香的，淡淡的清香。真的。哎，它会掉毛哎。它会掉毛。那是什么啊？阿姐，那是它的花蕊。叫葡萄，然后它这个花是可以吃的。哎，这边也有哎，阿姐，一路看到土地公吗？对啊，我这一座还蛮完整的，看一下，它好精致哎。我看看。哇，哎呀，而且有人在那边供茶了。有，我们说真的哈，大家都了解土地公，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明嘛。土地公其实是我们在民间信仰中很重要的财神爷，我们常常会去财神爷求发财金嘛。对，淡人古道不是弯位，不是走过去就算了，旁边会有那个村，这个村，然后它一直在那个年代有修整，所以这个村可能走出来的人，他就觉得说，真的需要一个土地公保佑。那这边也不只是保护我们来回的这一些可能经商的人，还有我们在地，还有去矿坑的人，所以它除了是保护我们土地的安全之外，可能给其他经过的人还有一个重要心理的信仰。今天步道走的舒不舒服？舒服。你们今天走完了吗？好像还没有，走不完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你知道整条淡蓝古道200多公里，哇，那这么长？还没，这是整理好的，因为整条淡蓝古道它连接了好多的村庄，还连接了好多以前的道路，所以其实它是叫路网。哦。然后我们现在走的是其中的一段。哦，原来我一直以为我们这样就走完了，但我想要放松一下。你们觉得这次走起来好不好？舒服啊，风景又漂亮。所以我们可以来走好多遍呢。对，然后每次都走不一样的。对，每次都走不一样的路线，收集200条。淡蓝古道就很多条支线可以让我们好好玩。对，而且离台北又近。其实走路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可以透过走路，但是你心是静下来，是散步，真的，我觉得走路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别忘了，最后我们都一定要来深呼吸，但在这边我们要怎么样？哎呦，吸一口灵气，对，吸一口灵气，来，OK 啊，来，回喽，1、2、3，上山下海过一夜。5双眼睛，5种视角，带你上山下海过一夜。